这个书生简直不摇碧莲，明知不可为却还偏要做，结果就看到了女子的清白之身。他本想转身离开，可女子却叫停了他。你这人真是太可恶了，怎么可以乱闯人家女子的闺房？我还是个黄花闺女，让你这么看见一丝不挂，叫我以后怎么见人呢？书生自知理亏，便提出补偿。如果不嫌弃，我们两个就结为夫妻。听书生说到这番话，女子瞬间羞红了脸颊，想起自己被看光的身子，女子就勉强答应了书生的提议。而另一边，书生的书童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跑到女子丫鬟的房间内，想让对方来拨月下遛鸟。眼看侍女哭得凄凄惨惨，书童赶忙承诺会娶对方为妻。侍女听后这才露出满意笑容。好好的一场游玩，到最后书生和书童两人各自都白嫖了一个媳妇。可两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位女子可不是一般人物，她本是一户富贵人家的小姐，只因父母意外去世，留她一人在这尘世间，一时想不开便选择了自尽。说来也是巧合，她的肉身被有鬼附上，自此女鬼婉儿便替她存活于世。而开头发生的事情全是婉儿一手安排的，这全因为在此之前，婉儿曾在河边偶然见到过书生于琦，看到他的那一刻便彻底爱上了于琦，于是便做局将于琦书童两人拿捏。而婉儿在如愿和于琦拜堂成亲后，本以为两人能恩爱相守，共同度过余生，却不料新婚头一天见长辈时，婉儿惊奇地发现在座的各位叔伯都是她的仇人。而多年前婉儿也曾是位千金大小姐，就在一次搬家过程中，婉儿一家意外遇到一群山匪，他们不仅杀人夺财，还把婉儿先夺后杀，最后将她的尸首随意地丢弃在荒郊野外。强大的怨念使得婉儿游荡在人间，不愿去到地府报道，只为有朝一日能为双亲报仇。而现在遇到仇人，还没等婉儿动手报仇，二叔一家子就因为做贼心虚，悄悄在送给于琦的衣袍内绣上钟馗，希望钟馗能将婉儿打得魂飞魄散。多谢二叔二婶，侄儿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才好。别说什么谢谢了，快回去吧。那侄儿告辞了。在他袍子里边给他绣了一个钟馗，是捉鬼的钟馗，谁教你的？是太乙山人教我的。哦，我倒要看看今天晚上他往哪里逃。另一边，刚回到家的于琦便想给婉儿一个爱的抱抱，可突然背后升起一阵红烟，钟馗大神慢慢显露出来。婉儿惊慌之下赶忙灵魂出窍，将钟馗引到外面打斗起来。可一个小小的游魂怎么可能斗得过钟馗大神？为了活命，只能重新回到肉身，然后跑到远处大喊着让于琦将衣袍丢掉。于琦见妻子面无血色，就听了他的话。随后婉儿一个燃烧瓶将衣袍烧掉，钟馗也随之消失不见。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。即便于琦从中察觉到不对，但还是将妻子当作精神状态不好。次日还特地去往道观为他祈福。可在路上，于琦遇到一名道士，对方一眼便看出于琦被鬼缠身，女人躺在床上娇羞的模样，让丈夫看得腔膛都快要炸掉。你睡觉为什么不喜欢穿衣服呢？那你睡觉为什么老爱仰脸朝天的呢？习惯吧。准你有习惯，就不许别人也有习惯。对，你说的对。见妻子带有恼怒之色，于琦赶忙岔开话题，问他为何在结婚之前一直独自住在深山之中。要是你也是个没爹没娘的单身弱女子，你敢住在人多的地方，不怕人欺负你？言之有理。但很快婉儿便意识到了不对劲，为何相公会抛出这种问题？于是于琦便将今日发生之事告诉了婉儿。在他遇到那名道长后，对方告诉他，我看你印堂灰暗，人中肤浅，三司神不在其位，一定是被鬼所迷。我被鬼迷了。不过你不要怕，请先到世间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随后便被带去道观之中。接着道长拿出一幅画像，画中女子于琦一眼便认了出来，这不正是自己妻子婉儿吗？道长见于琦认出画像中人，便缓缓道出了多年前的冤案。于琦听后也没明白，这和自己妻子婉儿有什么关系。道长却直言说，他现在怀疑缠着于琦的阿飘就是10几年前死去的冤魂。于琦说完白天所遇之事，把婉儿笑得前仰后合，说自个根本不信什么鬼神。1周后，于琦带着婉儿去山里面游玩。于琦对之前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婉儿听后面色便开始阴沉，就算她极力掩饰，也不能改变自己是鬼的事实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万一某天被于琦发现自己不是人，那这一切不都完犊子了？如果我真的是鬼，你怕不怕？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不是，那我老婆也不是。他真是，我老婆也是了。想到这里的书童吓得撒丫子往镇上跑去，在路过一处算命摊时，他便好奇地坐下，然后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让对方算上一卦。不好不好，你遇见鬼了！什么？我遇见鬼了？随后半仙还算出那个女鬼正是他老婆。书童虽然害怕鬼，可那是自己老婆，每天与自己同吃同住，活生生一人，怎么可能是个阿飘？而另一边于琦的二叔听闻婉儿每日与他一起生活，就不由得怀疑自己出现了错觉，随后便独自一人前往乱葬岗。
查看婉儿的尸体还在不在。可刚走到一半，婉儿的魂魄便突然冲了出来，直接将二叔送去杀青。而三叔在听到这个消息后，不仅没有后悔当初所做之事，还带着一大批人来到乱葬岗，打算挖坟掘墓，将婉儿尸体烧毁，让她灰飞烟灭。可等坟墓挖开，里面竟空空如也。随后不死心的三叔带着众群演直接闯进了于其家中，然后将婉儿绑走，打算在镇子中间将她烧死。女子被无知村民绑在祭坛上，而台下的群演正准备将她烧死，只因镇子里有人造谣女子是厉鬼，村民也不管真相是什么，只想凑热闹起哄将女人烧死。要不把她烧成灰，说不定会把你们的魂吸走。是啊，是啊。而就在点火的瞬间，丈夫于其及时赶到，他力排众议想要将婉儿救下，可民众愚昧不堪，生怕在此放过他到时会伤害自己。这时天边出现一道身影，正是二郎显圣真君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如若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村民以为这是神灵现身，为婉儿洗清女鬼嫌疑，可这只有婉儿知道，这是二郎真君在为自己的冤情讲话。于是当天夜里，婉儿便化作阿飘，径直来到三叔家中，将他活活吓死。随后婉儿回到家中，重新化作凡身肉胎。次日二叔的龟儿子也被盯上，他被吓得让群演围在自己身旁，而婉儿却毫不在意，直接施法将龟儿子的魂魄引出，随后将其封印在扇子当中。不久后，于其听闻此事，为帮亲戚解决麻烦，于其特地找到太乙山人，希望对方能在此事上帮忙。可恰巧遇到太乙出门游历，无奈道童给于其一些符纸，让他贴在家里。回家后，于其将符纸贴满书房，就在婉儿前来送水时，刚好被浮光照耀，直接化作厉鬼。想起当初两人的海誓山盟，婉儿气愤地闯进书房，然后将符纸全部毁掉。而于其怕婉儿伤害自己，便咬破舌尖写字了对方一脸。这一下直接让婉儿法力减半，倒在床上变回人身。原来婉儿附身的这具身体，因为她施法的缘故，没让被附身之人魂飞魄散，两人从而变成了一体双魂。等婉儿讲清楚来龙去脉时，便让于其将一把扇子烧毁，而那扇子内封印的正是婉儿的仇人。大仇得报的婉儿还没有来得及高兴，就听到远处传来招魂铃的声音。原来道长回到家后，便从道童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原委，就急匆匆赶到于其家中。婉儿不愿伤害无辜之人，便一股脑地朝后山跑去。随后来到荒宅当中，找到自己腐烂不堪的肉身，婉儿将自己的魂魄分离出来，选择远离凡尘，再也不出现在世人面前。等于其赶到后，只能看着天边朝阳，回忆当初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